破剑式。孩子，以你的年纪，能够把灭绝十字刀练得这么凌厉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只是你刚才最后那几招，应该是意快刀慢。来，跟叔叔练一次。傅大哥终于与项盟主化解心结，由项盟主主持大局，又尽心指点他的武功，傅大哥的复仇应该很快就可以报了。叶开，灵儿，婷姐姐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猜猜看。这有什么难猜的？还不是傅红雪的伤势全好了？哎，这次你可猜对了一半。一半？那另一半是什么？另外一半啊，另外一半就是傅大哥跟项盟主化解了多年的心结呢。还有啊，他拿出了灭绝十字刀谱，向项盟主请教，两个人还切磋呢。哇，照这样算的话，傅大哥的复仇之日指日可待了。什么？你说，他拿出灭绝十字刀谱，向项翼天请教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叶大哥，你第9层，刀锋破掌。孩子，刚才我那招剑龙在天，如果你爹在世的话，定回刀以狂风断翼这招来破解。以你的机警，不应该输在这招上。侄儿从小练灭绝十字刀，没有看过这个狂风断翼。不可能啊！这招是破掌法，你爹当年力抗华山2仪神掌就是用的这招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你的刀谱？好。叶开，你父亲留给你的刀谱，这样随便给别人看，对得起你过世的父亲吗？刀谱是我的，我想给谁看就给谁看，谁都不准看。谁要看，我杀谁！小兄弟啊，我是杨大侠的义弟，红雪的叔叔，我都不能看吗？莫非你是想跟我动手？动手就动手，谁怕谁啊？叶开，你想无理取闹吗？今天这事非同小可，我管定了。你要抢我刀谱？反正你都看熟了，我先替你保管一下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但朋友也得有点分寸吧。今天就是见你做事太没分寸，所以我要管一管。这刀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再说，别人不可以看，你为什么可以看？我没有要看，但我怕有人居心叵测，想偷学灭绝十字刀，甚至破解灭绝十字刀。小兄弟，你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，对吗？项盟主，你只要不看刀谱，这话自然说不到你头上。但你若还是执意要看，那就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叶开，项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傅红雪，江湖道上无可信之人。红雪，叶开说的不错，是我疏忽。毕竟现在江湖上觊觎着刀谱的人很多，我应该避嫌才是。项叔叔，哎，所谓忠言逆耳，我看得出，叶开对你是重情重义。你有这么好的朋友，叔叔也替你开心。项叔叔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哎，岂会介意？那样我不是是非不明、黑白不分吗？是啊，所谓三人成虎，人言可畏。项叔叔，什么都别说了。不过我可以确定，你这个刀谱并不周全。刀谱不全？是。而且，你没有练到的全是最后一层的杀招，那可是你爹的武学精华之处啊。
不可能啊！母亲传给我的刀谱就是如此。你母亲真的把整套刀谱给你了吗？并且你爹的武功并非如此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称霸武林呢？母亲不可能对我隐瞒。那这最后一层刀法究竟是？只怕这次傅红雪没那么听话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为你的儿子来的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你一直都这么恨我是不是？我有什么资格恨你？是你说的，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个外人。凯尔，我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。你说对了，我是在恨你。师父教我去爱世上每一个人，所以我这辈子没恨过人。但今天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确实一直恨着你。我恨你！凯尔！交出灭绝十字刀刀谱！你休想！母亲，你没事吧？你回来跟鬼面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孩儿不懂。都是为了灭绝十字刀谱。母亲，不要叫我！孩儿知错了，请母亲原谅。你如今可是大名鼎鼎，又是6大门派的救命恩人，你会有错？你有错？我问你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孩儿回来，只是想询问母亲，灭绝十字刀谱是否并不周全？为什么你会说刀谱不周全？刀谱似乎丢失了最后一章。向叔叔他说，向应天，向应天，你宁可相信他，你也不相信你的母亲，你敢怀疑你的母亲？孩儿不敢。孩儿只是想和母亲商议，父亲遗留下来的刀谱是否可能另藏他处。孩儿不敢怀疑母亲。哼，如今你复仇的心已被腐蚀。好，我就如你的愿，让你落得轻松。从今以后，你跟无间地狱没有关系，你再也不是杨长风的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的儿子。母亲，孩儿知错了，母亲可以重重责罚我，但不能不认儿子呀。滚！就算母亲重罚，
我不会走的。你不要跟我走，母亲，我不会走的，母亲，我不会走的，你不要跟我走。你不走，我就打到你走。我不走，走，你走。住手！你不要再打他了。叶开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走开！请母亲责罚。你养他20几年，你是他娘，是他娘啊！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残忍，这么狠心？你走开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。好，你打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受的。人家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你却比恶虎还毒3分。没想到魔教公主不但是使毒的高手，连她的内心都奇毒无比。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去，跟我母亲道歉。笨蛋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母亲，她……叶开，她这样狠心对待自己儿子，她不配做你母亲。她只不过是一个被仇恨冲昏头的魔鬼。你住口！下不了手了，是吧？因为在你内心，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。只要是人，就不可能没有感情，不可能没有朋友。傅红雪，你是人，你是个人呐！你母亲要你从小去行绝爱，这根本就是违背人性。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人看过。傅红雪，你没必要折磨自己。我劝你，不如像我一样，把自己当成一出生就无爹无娘的孤儿，无拘无束，来去自如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反正啊，没爹没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况且那个花白凤，根本就是个没有人性的恶魔。叶大侠，你以为你天资聪颖，懂爱、懂情、懂人情世故是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任性去爱的话，谁愿意当一个感情封闭的人？可是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就是一个……对，她是。可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因为她真心爱过。她原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魔教公主，但正邪不两立，为了我父亲，她弃暗投明。她舍弃的不只是她高高在上的位置，她背弃了父兄，冒着被魔教追杀的危险，只是想和我父亲共同体会这人世间的至情至爱。他和我父亲一生追求真情和真意，以为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，没想到到头来却被父亲身边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盟友背叛。天地不仁，情义何在？这世间伤他伤得如此之深。你说一个女子为了报仇，尝了多少苦头？你能叫她不恨，能叫她不怨吗？她什么人都可以恨，也什么人都可以怨，但她不能对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。她是因为太爱我父亲，太爱我，所以才不得不如此严格的教训我。但不管她对我如何，我相信她这样对我，她一定比我还难过。她这样对你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她没把你当儿子看过，她对你根本就没有爱。
叶大侠，你开口是爱，闭口也是爱。你当真以为你能圆融通透，能普渡人间吗？什么？你能开心度日，只不过你比我幸运，你拜了一个好师傅，学了一身好武艺。你一生风平浪静，一生活在关爱之中，你不会知道，在泥沼荆棘里滚过来的人内心会有多痛苦。等你跟我，和我母亲一样，阵痛到极点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今天这份天真的言语是有多可笑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再敢对我母亲不敬，结果只有一个，死。你都看到了吧？你能不能活过来？你是武林的神话，是人所敬仰的大英雄。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妻儿，一辈子痛苦挣扎。他说我的人生风平浪静，他哪知道我的内心其实是暗潮汹涌。他说我充满幸运，天晓得，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来换取他的痛苦和不安。我真的幸运吗？我拜了名师，一生在关爱中长大，但那又如何？我所有的快乐都是假的，我只想承担一切，让他取回属于他的人生，让他去做开开心心的叶开。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傅红雪。再来一壶。还没喝够。怎么会够啊？你才喝一壶，其他全是我喝的。喝吧，喝吧。喝了一醉解千愁，什么都不必想。给。我又不像你，醉了就不愁了。至少可以暂时不会去想你的娘。还真的没想过，有哪个母亲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不用你管。他竟然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你，毕竟你是他养育20多年的儿子，难道他就不心疼吗？他当然心疼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不心疼我心疼谁？既然这样，他就不应该让你冷酷无情，拒绝朋友。那是他担心我像父亲一样，被一群所谓的好友出卖。
哪儿啊？向叔叔对我仁至义尽，母亲却要我不能相信任何人。但向叔叔，他不可能。鬼面人。向叔叔的房间。这个向应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进去抓住他，看他有什么话说。向叔叔，向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恶！怎么样？让他给跑了？这恶贼如此可恶，偷袭我母亲不成，现在又来暗算向叔叔。这人果然跟我爹有着深仇大恨。鬼面人偷袭你母亲？他想逼问母亲灭绝十字刀谱的下落。那你母亲有没有受伤啊？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与母亲联手，才没有让鬼面人得手。这鬼面人三番四次的要夺取这个灭绝十字刀谱，可见这刀谱对他是一种威胁。红雪，现在要找到那本灭绝十字刀谱是当务之急。你跟你母亲说了吗？哦，原来是你要他去质问他母亲的。哼，这下好了，人家母子翻脸，你开心了吧？你母亲责罚你了吗？啊，母亲只是说，这本十字刀谱，我爹传下来便是如此。奇怪，这第9层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哼，要不是今天晚上鬼面人也来袭击你，我还真以为……叶开，向盟主，灭绝十字刀谱少了第9层，你比谁都在意，这难免让人怀疑。这灭绝十字刀谱是我义兄留给红雪唯一的复仇利器，我当然要替他考虑周全。别人要胡思乱想，我向应天清者自清，何惧之有？好了好了，都说不怀疑你了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向叔叔，今天晚上惊扰了，侄儿先走，你好好休息。好，你们也先去歇着吧，明天一早还要练功呢。明日不练了。不练了？向叔叔，你别误会。现有的刀谱极限已尽，再练也难有进展，所以侄儿只是想，复仇和寻找刀谱的事情应该同时进行。或许在寻找凶手的过程当中，刀谱的下落会慢慢浮现出来。向叔叔，没事，我打坐行个周天，就能将胸口的郁气除尽。啊，你们2个都去歇着吧。啊，是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多谢大哥给我疗伤。是大哥对不起你。若刚才那一脚不用全力的话，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。还好你内功根基稳固，没伤到肺腑。多谢大哥关心，小弟还承受得住。
若不是担心他们对我起疑心，我也不需要伤你。只可惜如今我伤了你，还是查不到灭绝十字刀第9层的下落。唉，大哥，虽然傅红雪身上没有灭绝十字刀第9重，但是他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灭绝十字刀第9层的破掌法，才是我崔心长的天生克星。可偏偏这第9层不知下落。总之，要想尽快找到这个刀谱，只有从傅红雪身上下手。难怪大哥一直不杀了傅红雪，原来是想要他引出第9层的刀谱。这个刀谱在世间1天，我就不得安稳。幸好傅红雪现在对我非常的信任，就算他怎么激进，都不会想到我这个叔叔竟然就是他的仇家鬼面人。不过大哥，虽然如此，但是刀谱的下落还是不明啊。别急，我在跟他过招的时候，对第8层之前的刀法已知其6、7了。虽然只知6、7，但是还不能杀了傅红雪。当然是杀不了他，可是要嫁祸于他，那就绰绰有余了。对了，匡道，你是用刀的，难道你对于天下第1刀没有兴趣学吗？多谢大哥指教。匡道大叔，你快告诉我，项盟主到底对我印象怎么样啊？你怎么这么在乎项盟主对你的印象啊？我当然在乎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可是他未来的侄媳妇。你说什么？侄媳妇？怎么了？傅大哥，我可是已经定下来的。啊，你们不会是看上别人家的姑娘了吧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外面守卫森严，为什么你不来通报？传闻侠客山庄戒备严密，可在我明月心眼里也不过如此。姑娘，你要想见我们盟主的话，应该先头拜帖。你这样擅自闯庄，也太不把我们侠客山庄放在眼里了吧？谁说我要见向应天了？我是来找傅红雪的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是来找傅红雪的。我是她的未婚妻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可以了。请你让路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你，匡德大侠，你看这个女人她有多嚣张啊！还跟她废什么话？赶紧叫大家把她围起来啊！擅自闯庄，兄弟们上！上！傅大哥，你找我？咱们见里面说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郝志长和龙东珠双双死亡，梅花令主的线索全然断绝。我正要去找姑娘帮忙呢。在铲雪大会中知悉令尊案情的人，绝非只有龙东珠和郝志长2个人。要想继续找出线索并不难，但是只怕这个人你不愿去面对。只要能查出杀我父亲的元凶，我傅红雪没什么不敢面对。好，那你去找白云仙子画白云。怎么，真的不想去面对？是怕问出一些不想知道的答案？不，只要能查出元凶，我没什么可回避的。只是，那女子自称与我父亲有旧情，难道她也借了这个梅花金令，参与杀害我父亲的阴谋？就算她没有参与，我想她也一定知道不少的内幕。
是。姑娘可知这白云仙子华白云是何来历？此人原是天运华城的唯一娇女，后来代缢投师，进入了峨眉派。如果论辈分，还是了云掌门的师妹；如果论武功，还胜了云师太一筹。可是因为二人姐妹情深，所以华白云有意相让，因此了云师太这才毫无阻碍地登上了掌门的位置。天运华城的音波功，加上峨眉派的剑法，这人肯定十分难缠。此女在墨林之役之后就退隐江湖20余年，我想她这么做肯定跟你父亲的案情有关系。没错，咱们立刻启程。就咱们2个人吗？你要放着你那位未婚妻丢下不管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跟周婷只是一般的朋友。况且，我杀父之仇未报，红雪无心儿女私情。我看他对你挺关心的，原来只是落花有意。阴险的女人，居然骂我是落花，你还是残花呢！想甩掉我，门儿都没有！来者何人？知音人，知音人又如何？自古知音人不少，知心人却没有一个。我华白云不问世事已久，你们走吧。你不问世事已久，但有些事情必须来问你。灭绝十字刀，傅红雪，正是傅某。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一定会来的，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。你一直在等我，你不怕我吗？若是怕你，早就望风而逃了。进来吧。像，真像，真是太像了。我跟我父亲神似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，何必如此惊讶？上次在铲雪大会，我们没能好好说上话。晚辈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前辈告知，当年墨林之夜杀害我父亲的人究竟是谁。你如果想知道，就得好好跟我说说话。这20几年来，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说话了。特别是跟你父亲的那段感情，我不希望造成你对你父亲的误解。有些东西，我想先让你看看。我们到前面休息一下再走吧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
华师叔向来与师门没有往来，怎么会突然传书来求救呢？你师叔隐居20余载，此番却是第一次与为师联系。他信上说遇到了大麻烦。华师叔既然隐居山林，必然应该是与世无争的，怎么会遇上大麻烦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你师叔性情恬静，如果说这世上真有敌人的话，那只有一个人。谁？傅红雪。傅红雪。禅雪大会失败后，你师叔的行踪意外的走漏了。郝志长和龙东珠不幸死亡，师妹也就成为当年知道案情的唯一线索。傅红雪迟早会找上门去的。师父，徒儿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你是想跟我说，傅红雪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吧？嗯。其实几次交手，我也觉得傅红雪虽然立志复仇，也算是有手有为的大丈夫。何况前一段在紫云寺承蒙相救，我们峨眉派也算欠他一个人情。那万一傅红雪真的跟华师叔动起手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笨尼姑，傅红雪才不会去杀白云仙子呢。通知你们去，就是要你们去作证。万一出事，就可以证明不是傅红雪动的手。此事能避则避，我们只能劝你师叔不要与傅红雪正面交锋。去休息吧，马上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我得赶在他们前面的，赶快出发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哼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这个机关当年是为了困住你父亲而设的，别说是你，就是连你父亲也是挣脱不掉的。你果然对我父亲怀恨在心。我是恨你父亲，但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恨有多深，爱就有多深。住口！我父亲一辈子只爱我母亲，你不要在这里痴心妄想。哼哼，傻孩子，我和你父亲的这段感情，不会因为你不肯面对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当年是怎么认识你父亲的。那一年，我武功出城，下了峨眉山，开始了行侠仗义。不是，却中了关东人魔李承傲的春药桃花红。你父亲在紧急的时刻救了我，将关东人魔打得重伤离去。他花了3天3夜的功夫，费尽内力替我驱毒。无奈，这桃花红的药性顽固异常。杨大侠，他突然无功，最后我只能求他一掌将我打死，免除我全身血脉爆裂的痛苦。但你父亲从来不杀无辜之人，他实在不忍心对我下手。就这样，我的一厢情愿，他的一念之仁，就促成了这段露水姻缘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既然知道是露水姻缘，我的毒也解了，那我应该主动离开杨大侠？可是你并没有离开，
是，因为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爱上了他，他也觉得对我有了责任。我们俩就在这雅音小筑里，我弹琴，他吹笙，度过了快乐的18天。18天，好短，好快。这短短的18天，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18天。那后来杨大侠为什么要离开你呢？后来，因为他知道我自小与天运华城的同门师兄郝志长定有婚约，为了我的将来及天运华城的名誉，他不得不舍我离去。我哭着求他留下来，可他就是不肯。你知道吗？一个男人，他要是狠了心要离开你，你就是豁出性命留他，也是留不住的。于是，我便开始作画，把他的模样、他的笑容，一笔一画地画下来，就当他在我的身边，从未离开过我。可是，不管我画的有多么的像，画上的人却一动不动。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没想到，你对杨大侠用情如此之深。是，我爱他，但是我也恨他。这些伤痕是你自己划的。是18道伤痕，这18道伤痕代表了我这18天里的爱与恨。我要用这锥心之痛，永远地记住他。后来呢？你就一直没有跟我父亲再见面？见面？这机关就是为了我与你父亲见面用的。可是他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只要他一来，我就一把将他擒住。可是你没有想过吗？你擒住他的人，但是留不住他的心。你就这样一辈子绑着他吗？只要把他人留住了，心自然就会留住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还是让我白等。这么说，你就一直待在雅音小筑。当年墨林之役，你并没有参与。不，我去了。你的梅花金令呢？我没有梅花金令。当年的墨林大战，唯一没有接到梅花金令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没有梅花金令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到底是去杀杨长风，还是要去救他。李治让我杀了他，可是我的心偏偏想救他。我的师兄郝志长，在我接近墨林之前，就认出了我的身影，点了我的穴道，让人把我带离了梅花亭，就连让我和你父亲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，都给剥夺了。你当年真的想过要救我父亲？当我得知郝师兄要与人谋害他，急得我到处找你父亲的师傅，出面相救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世外高人燕波天客早已绝迹江湖。既然我救不了他，我也绝不允许别人伤害他。要死，他也要死在我的手里。等等，您说我父亲有个师傅是燕波天客？怎么？你不知道吗？
不然，你父亲一身的武艺又从何而来呢？难道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吗？没有。这也难怪了。好了，困住你，是怕你不肯好好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你想知道的，我也已经告诉你了。想怎么样，你们请自便吧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。究竟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希望你父亲既是个英雄，又是个情圣，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？我母亲和华白云都同时深爱着我父亲，但我相信，我母亲一定不知道这段往事。如果她真的知道，那会有多伤心？老天爷捉弄人。华白云一生命运悲惨，其实是他作茧自缚。不该他得到的感情，他却要强求。如今，他已经给了自己最大的惩罚和折磨了。既然他自我囚禁，相信当年你母亲并不知道真相，就可以少一份伤心。你同情华白云？是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我了解她心里的想法。我知道。你也同情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我们没有白来。知道你父亲的师傅叫烟波天客，就不知道这世外高人还在不在人世。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你没有薛权的灭绝十字刀法，这最后的希望就落在他身上了。有人吗？是白云仙子，
华前辈吗？怎么不说话啊？师妹，师妹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姐来晚了，对不起。谁让你自己来那么晚的？傅红雪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啊？你必须跟我说出傅红雪的行踪。这好，你不说。好，等我找到了傅红雪，我用此酷刑加10倍用在你身上。我说老尼姑，你凭什么就断定人一定是傅红雪杀的呀？我师妹生前求助于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那他心里说过是谁要杀他吗？这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就说人一定是傅红雪杀的呀？就凭我师妹脖子上的灭绝十字刀。这，可是你刚才进来，从头到尾你都只看见我一个人，你哪里看见傅红雪的影子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人是我杀的。你还是不说？该说的都说了，是你自己不相信的。哼，就凭你3流的功夫，能杀得了我师妹？你未必也太小看我峨眉派的武功了吧？谁告诉你杀人一定要有武功啊？你忘了，你之前就是被那个逍遥天蓝给毒晕了。你好，就算你杀了我师妹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她跟你有何冤仇？因为我高兴。胡说！你分明就是替傅红雪顶罪。周姑娘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师叔不管是你杀的，还是傅红雪杀的，你们2个其中一人都得偿命。到最后，你还是落得生死别离，所以你最好聪明点，说实话。看在傅红雪曾经救过6大门派的份上，说不定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以为你套我的话我听不出来啊？想套我的话，门儿都没有。你这是要维护傅红雪到底了？错，大错特错！我这根本就不是在维护傅红雪，我恨她，我是在嫁祸于她。你恨傅红雪？对，爱一个人有多深，那恨就有多深。我对她是真心付出了，可是她呢？她却爱上别的女人，你说我能不恨她吗？你再想想，你的师妹极有可能是她的仇家，你的师妹一死，那不所有人都得怀疑是傅红雪杀的呀？所以我才杀了华白云，嫁祸于傅红雪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我哪里一派胡言了？你看看你们现在不都以为人是傅红雪杀的吗？事实证明，我当时的算计没错，出家人都不长脑子。放肆！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，来侮辱我圣地！你，观世音菩萨，您大慈大悲啊！您的弟子如此凶残，我都已经说实话了，还要被割舌头，有没有天理，有没有王法呀？放开我！师傅，他该怎么处置？好，你1天不说，我关你1天；你1辈子不说，我关你在峨眉待1辈子。定静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师傅。赵尼姑。
什么？你说明月心跟傅红雪去找华白云？嗯，我听狂刀说的。这么说，那丫头肯定跟着去了。那是，婷姐姐不放心傅红雪和明月心单独相处，所以也跟着去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周婷啊，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不知道。那明月心呢？我把她送回明月楼了。哎，两个女人跟你去寻仇，你只顾明月心不顾周婷，太过分了吧？我没看见周婷啊。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的事她当然最操心了。你去找华白云，她不会不去的。我真的没有看见她。傅公子，婷姐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怕是出事了。要不咱们分头去找吧？傅公子、叶公子，盟主请两位到大厅，有要事相商。就她最麻烦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周姑娘出事了。向盟主，峨眉掌门信上怎么说啊？白云仙子华白云死了。什么？可是，这又关婷姐姐什么事啊？他们为什么要囚禁她呢？因为那个笨蛋说人是他杀的。不可能，婷姐姐她是不可能杀人的。况且，她又不会什么武功，她怎么可能杀得了白云仙子呢？这点，我想了因师太应该也知道。只是不知道是谁杀了白云仙子。不是我杀的。铲雪大会之后，人人都知道华白云与你父亲。现在他一死，就算不是你杀的，别人一样会联想到是你下的手。更何况，你昨晚确实去找过他。啊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了因师太把罪名安在你头上。周婷那个笨蛋，情急之下无计可施，所以承认是他杀的，替你顶罪。傅公子，你快去救婷姐姐吧！慢着，事有蹊跷，一定先查清楚究竟白云仙子是谁杀的，否则让了因师太缠住，你是有理说不清啊。可是周婷还在他们手里。我替你把周婷带回来。我也去。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云仙子确实不是我杀的，难道叔叔不相信我？叔叔不是不相信你，是世人不相信你啊。对了，你昨天去找白云仙子，没有什么线索吗？华白云没有接到当年的梅花金令，但他参与了墨林一役。是吗？华白云知道的，和龙东珠等人知道的大同小异。但他告诉了我一件天大的秘密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事和向叔叔脱不了关系。